Hello，首先祝各位新年好。今天是正月12，我相信呢，你们很多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你们也注意到了，就是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没有更新了啊。因为呢，我是大年初一到家的，到家之后呢，就马上投入了护理我母亲的工作。一个礼拜之后，那个新的阿姨就来了。而且我们这里的农村就比较注重家庭之间的互动呀，还有朋友亲戚之间的走动。所以呢，我们这里呀，去亲戚家、去朋友家拜年，然后呢，他们来我们家拜年或者来看望我母亲。所以呢，我要抽出时间来，一个是去拜年，另外一个呢是招待我们的客人。所以这段时间真的非常难静下心来做节目，很抱歉啊。今天呢，其实我也没什么时间，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说点什么了，因为呢，那个德国总理默茨刚刚也就是26号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2天，所以今天咱们想说说这个话题。但是说之前呢，我还查一点啊，我们关于过年的啊，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啊？我们这里呢是广西桂林的农村，我来说说我们这里的压岁钱或者说红包，但是我们农村说利是，这个利是好像广东那边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呢，我们这边一般啊不是特别的大。我们这边行情我只知道农村啊，城市我不知道，县城我不知道啊，大概县城也差不多。就是我们这里至亲之间，比如说给自己长辈，给长辈稍微多一点，给小孩至亲一般是100块，给长辈就看你自己的个人能力以及孝顺了啊。也许有给200的，给500的也有，1000的也有，但是我认为可能是200左右吧，给老人。然后给自己至亲的小孩可能是100，给稍微亲一点的是50，然后一般的亲戚关系可能是20，还有10块钱的。甚至呢，你们可能不相信啊，现在我们农村还有2块钱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2块钱是见者有份，或者是5块钱或者10块钱，一般是见者有份，或者你去吃席，比如说一桌10个人，一般我们这里啊，肯定每个人都有一个红包。另外呢，如果是小孩的话，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红包，50块是比较高的，就100块呢，就是一般是封顶了啊。这是我们广西桂林的农村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啊，而且我发现啊，广西虽然不是全国红包或是利是最低的，但是也属于倒数第一、第二，应该最低应该是广东了吧，对吧？然后就是广西了，我估计。我听说啊，比如说什么浙江呀、上海呀，甚至湖南呀，红包就要比我们广西高得多。然后呢，东北也特别特别的那个夸张，听说少于200块就不好意思拿出来，或者500，或者是1000、2000。我心想啊，你们那边那么富吗？拿出来就1、2000，如果是10个人，不是1、2万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里啊，不管是怎么样啊，一般你正月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小孩，就是比如说你亲戚朋友之间，其实可能不用拜年，在路上见到他打声招呼，看见旁边他有带一个小孩，一般要给他一个红包。所以啊，我们可能一个正月下来，也许要给100个红包。你们想想看，如果100个，每个人200块，那100个就要多少钱？你自己可以算数啊，对吧？所以我们这里是给红包给的多，但是呢，数目相对来说是小的，所以还不会造成特别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啊。我们这里给红包是这样啊，一般是已经成年的人，有工作有收入的，那你可以给你的父母，有孩子要给孩子，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呀。但是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他一般只是给小孩，不会给成年人的。因为我们看到啊，像北方那样要磕头，然后呢见者有份，好像是年轻人他的老人，比如说70、80岁的，然后他的儿子啊、孙子啊，还有媳妇儿去那个磕头，每个成年人他都会给红包收红包。我觉得在我们南方，在我们这里广西没有这样的习惯，只是我们给老人红包，不会老人给我们，是这样。另外一个呢，可能与外地不同的，我们广西至少我认识我周围的啊，就是单身人士，即使他可能40、50岁了啊，人家可能也会给他红包，可能不会特别大，但是呢会给一个红包，这是我们的传统。
就像这次呢，我也给了一两个人，也是30多岁、40岁一个红包，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结婚啊，就给他一个利是，我们叫利是。我们那个本地话说是利息，有点像那个粤语的发音利息。好了，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40、50岁的没有结婚的单身人士也有红包可以领呢？回来之后，我好像上传过2期节目，天气都不好，对不对？今天也一样，今天是阴天不下雨，昨天是下雨的，昨天有那个桂林那种阴雨天气，有那种烟雨桂林，但是今天没有了，山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呢没有太阳，是阴天。我就觉得我们南方呀，雨季来的特别早，我就觉得已经现在到了雨季了。现在下雨，但是不冷，今天大概是白天20度左右，我认为呢不是很冷，应该不算冷了吧。而且我们这里呢，冬天一般来说是极少有低于，比如说5度的夜间啊，极少有低于5度的气温，一年可能就有2、3天，一般都是10度左右是比较冷的。现在晚上就是14、15度。像今年我觉得冬天已经过去了吧，不会再特别冷了。如果冷，就是有倒春寒，可能就冷1、2天。但是我觉得糟糕的是，这个太阳太少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德国总理默茨，他这次访华，这个人呢，其实他早年他是帮美国一家投资银行工作过，所以他本身应该是一个亲美的人士，而且他没有来中国之前，他说过很多次狠话，就对中国特别不友好。然后他呢，这届政府以及德国上届政府，就是红绿灯政府一样，对中国特别不友好。特别是他的那个外交部长瓦德富尔，与德国前外交部长差不多，真是呢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总体来说啊，这2届德国政府对华应该是持一种比较强硬的、比较那个敌视的态度。他是从25号到26号出访2天，在出访之前，他在柏林的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也提到了5点，大意就是呢，欧洲还有德国啊，还属于所谓的强国。他们认为啊，德国还是比较强的啊。欧洲人，包括德国人，他们还放不下他们的身段，或者说他们的认知呢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们还是认为呢自己还属于所谓的那个强国。但是其实他们已经不算了啊。所以来中国之前，他在机场呢发表了一些强硬的讲话啊，比如说要求或者是他期望与中国要平起平坐，以平等的那个关系进行对话。另外呢，他强调欧洲的国家要统一战线，就是比如说与法国啊、与英国他们互相通气，形成对中国统一的那种政策。欧美人表面上可能对中国很客气啊，但他们骨子里绝对是不会放下、不会放弃遏制中国的，绝对不会。这一点呢是他们骨子里的啊。这次来中国就比较客气了，对不对？他是有求于你的，但是呢，就像马克龙一样，中国高规模接待他，对吧？给了他一些协议呀、一些订单呀，但是他回法国之后，马上摇身一变，对吧？所以他们遏制啊，敌对中国这种总体的趋势是不会变的啊。不过呢，至少放下一点点身段来到中国，总比每天都对你中国发狠话。虽然呢，大家都并不是真正的朋友，都是利益，但是呢，互相对话，然后呢，促进交流，有什么不好呢？总比老死不相往来更好，对不对？而且，他这次来改变了一些他对中国的成见，我认为，因为他实地来看到之后，与中国人对话呀，与中国领导进行交谈呐，还有到宇树科技呢去参观机器人公司，这本身呢是放下身段，他已经觉得这方面德国已经不如中国了。也许他自己没有看那个中国春晚那个宇树科技的机器人的表演，但是他手下的那些人，他的智库的人肯定看了，然后呢给了他一些建议，才决定去参观宇树科技的。如果没有春晚这个表演，我不认为他专程去杭州去参观宇树，可以说是春晚宇树科技的机器人表演叫什么5 bot， 已经让德国人非常破防了。
其实已经让整个世界破防，不仅是德国。现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方面，绝对是中美两个国家，除了中美之外，其他都算不上啊，只是靠边站的。好，我们回到呢，德国总理访华，他在机场发表了几点讲话，一个是认为呢，欧洲，当然包括德国，还是所谓世界强国、经济强国，还说要与中国平起平坐，作为平等的那个伙伴进行对话。这个伙伴是打引号的，因为两个国家中德绝对不可能成为伙伴，至少目前不可能。德国与中国打交道，至少过去那个两届德国政府呢，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打交道。什么意识形态？那就是德国和中国它的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从德国角度来说，所以他跟你打交道，你不是他的那个制度性伙伴，而是制度性对手。他是把中国当成对手，而不是伙伴。那么现在呢？他是有求于中国，所以才来中国访问。所以说到了呢第三点，那就是来中国的时候要强调呢彼此平等对话、贸易公平、透明。德国一直说中国啊摄入了很高的那个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是对他们的欧洲企业歧视等等。其实所有他们西方不管是政客也好，还是他们企业也好，给中国那个扣帽子的，其实都是他们西方自己的。比如说什么补贴、贸易壁垒，其实这是西方自己的。补贴那就不用说了，就是欧洲自己补贴多厉害。贸易壁垒，比如说加关税，是谁给中国电动汽车加关税呢？是欧盟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里啊，我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气，那就是欧洲，包括美国了啊，就说中国输出产能过剩。输出通缩，因为中国出口太多了，然后呢说中国呢向欧洲倾销，因为呢美国加关税，所以呢这中国所有的出口都跑到欧洲来了。中国没有强迫任何一个国家购买中国产品，对不对？是你德国，是你英国，是你法国要购买中国产品啊，对不对？因为中国产品物美价廉，质量也很高，现在非常有竞争力，所以你才买啊，肯定是买性价比最高的。那这么看来，就是中国制造的东西性价比最高的，对不对？特别是过去10年来，我在海外我观察到啊，中国制造产品的质量绝对是比10年前有个很大的飞跃，质的飞跃，价钱是一样，但是不仅是质量，还有它的设计，都比10年前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所以你看，虽然西方国家、欧美吧，在这里、在那里都对中国制造的中国的东西设限，但是他们从中国进口的每年都创新高。比如说啊，这次也是德国总理来跟中国想要谈的，说就是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你看，德国那个2025年，他与中国的那个外贸逆差创历史新高，大概是超过800亿欧元。也就是差不多1000亿美元，是你德国需要中国产品啊。比如说，如果是没有中国制造，那德国的通胀可能更严重。同样的，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对吧？没有中国制造，你看，特别像美国，它制裁中国，跟中国打贸易战，反正自己国家这样通胀怎么样？你们在美国的肯定也知道。所以说来说去，其实啊，西方是搞死自己，对吧？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说要与中国讨论呢这贸易的问题，然后他们要求或者希望中国多买那个德国的，多买西方的产品。我觉得西方啊特别无耻，对不对？中国特别想买一些东西，他不卖呀。比如说中国特别想买美国的高端芯片，对中国往死里的整，就是不卖给你。欧洲这一样，你看阿斯麦那种光刻机，对不对？就是中国想买的东西他不卖，而中国不想买的他硬要那个塞给你，要你买，就这样。现在这次德国总理来跟中国谈的是重启猪肉进口，另外一个是恢复鸡爪贸易。我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笑。鸡爪贸易，鸡爪在德国其实原来呢是属于垃圾的，根本就不吃，因为人家没有吃鸡爪的传统。而中国人特别喜欢吃凤爪，所以呢，从德国进口这鸡爪，恢复鸡爪贸易。
还有一个就是重启猪肉进口。看到这里我就问啊，到底谁是高科技国家？中国现在从德国进口鸡爪，从德国进口猪肉，从美国进口牛肉，从美国进口大豆等等，这些都是农产品。而中国呢，像德国出口什么机电呀、光伏啊等等这些高科技产品，而中国呢，从这些国家所谓的发达国家进口农产品，这是不是与以前我们所认知的对西方这种高科技这种形象呢有很大的出入呢？这是不是与我们之前的认知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是高科技产品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反而从他们进口农产品，从澳大利亚进口矿产等等，还有中国外贸连年创新高，去年一样。然后呢，与西方国家逆差越来越大，并不是说中国不想购买你们产品，是你们西方国家可向中国提供的越来越少了，对不对？一个是你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因为你们人工成本超高，你们的可能生产效率也低啊。另外一个，你们的产品现在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了，与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产品比起来，中国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你们了。加上中国有这个产能的优势，还有人工成本的优势，还有全产业链的优势，所以让中国生产的东西它的单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西方完全就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就是西方可供中国挑选的产品越来越少。这其实我认为是西方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今后西方能否继续保持他们是发达国家这个身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就是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国全面赶超，对西方来说，从他们角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威胁到他们所谓的发达国家身份。另外，所谓的福利国家，我们也知道，就是像德国属于福利国家，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属于福利国家。但是，当你的工业产业不能支撑的时候，那你整个福利，也许你整个养老系统在慢慢的会崩溃。虽然这个过程不是从今天到明天的，但是呢，这绝对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所以以前我多次说过，就是像德国、像欧洲这种国家，这种大陆是没有未来的，就是因为中国产业的全面复兴吧，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呢，西方国家越来越少机会。因为工业方面中国可以生产西方几乎任何东西，对不对？把西方卷死了，那西方今后我也不知道这西方的路怎么办。当然，目前看起来真的他们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可以过，但是这个绝对是动态的发展，不是永恒的啊。那些人一天到晚还吹什么德国有多厉害的人，或者吹美国、吹欧洲还有多厉害的人，可能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发展绝对是动态的啊，也就是大体来说，中国是这样往上走的曲线，而欧美呢是这样往下走的，一个往上，一个往下。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看这个剪刀口就越来越大。虽然这次德国总理默茨来中国访问之前，他讲的话是比较强硬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讲给他国内选民听的因为西方是选举制嘛，所以要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然后呢才捞到一些选票。但是他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给予他几乎是最高礼遇了就是非常的隆重，接待他的规模也很高，也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嘛，就是刚才说了，老死不相往来是绝对没有，大家经常走一走，搞得朋友多多的，搞得敌人少少的，那不更好吗？对不对？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所以呢，中国呢给予了他很高的那个礼遇，让他去看看故宫也让他实地看看中国各方面我相信从机场，比如说到市区，到他下榻的地方，他至少会通过车窗看外面吧，对吧？他看到的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看到那么多的车水马龙，他心里也会有些想法。现在我相信西方国家看清了，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你看美国是怎么样把他的盟友摁在地上摩擦的，对吧？说加关税就加关税，
不仅是加10%，而且有的国家加15%。特朗普还亲自出来表态说，我们不加中国的关税，维持在10%。中国从头到尾特别的强硬，你在美国拿中国不敢怎么样，这就是底气啊！因为你有实力，他就是看你有实力，他不敢拿你怎么样。而其他国家不是能够坐在桌边，而是桌上的菜。德国也一样，因为美国特别是这2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对西方国家他的盟友也下手，让德国也稍微清醒了一点。美国原来是靠不住的，那怎么办？那他们想啊，即使他们政客不愿意，但是这次跟着来的那个代表团，那个规模有多大就知道了，绝对是德国经济界逼宫德国的政治界，要求你强迫你到中国去拜个山头，那你不能不照办呀，对吧？不可能你永远不来到中国吧？还有德国媒体说的，他来访之前，德国总理府的顶楼那1、2层，几乎每天它的灯光是亮到深夜的。然后呢，德国各界德国企业啊，那些领导人都纷纷跑到德国总理府，跟那个德国总理默茨进行晚餐会。在吃饭的时候呢，绝对是谈关于中国的情况，由德国企业这些高管给德国总理去上课去了，去给他扫盲去了。因为他原来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可能对中国的认知只是从媒体啊那个报道里面得到的一些认知，所以呢，对中国他的认知是非常错误的。德国这些高管他们是可以说是知华派吧，或者有些呢是得靠中国吃饭的那些人给他讲课，然后呢让他可能心态稍微改变了一下，然后这次呢就来中国了。德国媒体还说，你来中国来啊，你不能磕头呀。所以德国媒体也是这样的，很扎呼的一些报道。没办法啊，他媒体也要用一些非常吸引眼球那个标题才有人看呀，对不对？也是为了德国内政的需要呀。就是说你不能给中国低头，不能磕头，一定要强硬一点在中国面前，就是给他的那个一个政治任务。但是来到中国之后，中国的接待还是挺不错的，规模很高，也非常的客气，也给了他很大的面子啊。比如说签署了一些协议，签署了一些备忘录，签署了一些合同，购买120架左右的空客。虽然空客的大头其实是在那个法国，但是呢，德国也有空客那个工厂，所以也可以说是给了那个德国面子吧。总体来说，默茨访华这次收获是很大的，我估计呢是超出了他的预期，特别安排了去杭州，语数机器人就在杭州，就去了杭州。他去看了之后，肯定心里有触动，他也知道德国这方面绝对是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了，所以他很谦虚，也跟机器人做了一些互动，也看了机器人表演。他回到德国之后呢，就马上就告诉德国人，我们不能够在每周工作35小时，每周工作4天，我们德国这样的话没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工作时间长一点。然后呢，我看见我们国内有些阴阳怪气的人说，你看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内卷就带到德国去了。但是没办法呀，如果中国不卷，那中国的科技还有经济不会到这个程度。西方这些国家可能现在还是大老爷，站着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就可以漫天要价，因为是卖方市场。比如说本来成本只有100块钱的东西，他卖你2万块，你中国造不出来，或者你全世界造不出来，你得买呀，对吧？所以西方国家直到今天能够享受那么高的福利，有那么高的工资，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些，比如说靠设计，靠专利，卖高价天价卖给你，因为你不得不买，这个情况下他们才有那么天价的利润来支撑他的福利体系，来支撑他的高工资。所以他看到了这次看到中国人还有中国科技，中国经济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差，而是远远超过德国的时候，他的心理触动肯定是很大的。
虽然他表面可能不敢承认啊，但他的内心或者他现在对德国人讲的那番话是他的心里话，就说德国人不能再这样躺平了，一定要延长工作时间，不可能在35小时，不可能4天的工作制，绝对不可能，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说了啊。你看德国总理现在这次一从中国回去之后，他就公开对德国人说了，相当于给德国人警告，这你看也是他这次出访的收获吧。今后呢，应该在政治方面虽然可能还是比较强硬，但是绝对会放下些身段，对中国应该会多了一分敬重，因为中国实力摆在那里，没办法呀，谁叫你德国那么傻逼，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导致能源那么高，然后呢，德国企业过去这些年倒闭潮累创历史新高，像2025年去年又是创历史新高的一年，同时呢，能跑路那些都跑了，跑到中国，跑到美国，或者跑到一些东欧国家，但是跑到中美2个国家的产能的最多，因为他们也看见了可预见性也好，还有产业链这方面也好，供应链也好，都在中国。德国这工业根本就活不下去呀！我相信啊，绝对是德国很多企业的老板向德国总理诉苦了，或者是给他上了课，知华的课，才促进了这次访华，然后才促进了我认为是临时改变了这个计划，去参观宇树科技，到杭州去。这里我补充一点啊，其中这次来访的还有阿迪达斯的老板，阿迪我永远不会忘记，包括美国的耐克，前几年由美国发起的所谓的新疆棉这种污蔑中国的事件，对吧？特别恶毒，耐克也好，阿迪也好，也是配合他们的政府或者配合美国来制裁所谓的新疆棉。所以自从那之后，我绝对不会购买任何他们的东西，除非他打骨折的价，除非我看见比如说中国莆田的或者中国某个地方的所谓的高仿 A 货，因为这利润是进中国厂家手里的，而不是进阿迪或是耐克，整个供应链也是中国的。所以这个情况下，也许我会买，我是说也许啊，但是要我在德国到他专卖店去买阿迪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因为我这个人是记仇的啊。你西方哪些国家对中国怎么样，对吧？你西方哪个企业对中国怎么样，我是记者的。况且了，我觉得一个人并不一定要靠什么品牌来支撑自己的脸面。德国总理在访华的时候说，或者承认啊，我们与中国是要去风险，降低依赖，但是不是要脱钩。其实从过去几年来看，他们是想脱钩，只不过呢，越脱钩越脱不了钩，越说要降低依赖，其实依赖性越大。你从中国进口越来越多，就表明了你需要中国的东西，比如说稀土啊，比如说什么太阳能啊，还有风力发电设备啊，还有普通的消费品啊等等，这些你们德国需要呀。你不从中国进口，就没有第二家。像美国也一样，你制裁中国太阳能，但是通过比如说转口贸易经过那个越南，但最终还是中国生产，只不过呢在越南贴了一个牌，越南制造，然后就出口到美国去了，自欺欺人而已，花的成本比原来更高，可以说是西方用石头砸自己的脚，多此一举，损失最大还是自己。所以说这个降低依赖啊，要脱钩啊，都是假命题，因为根本就不可能。这次来访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德两国角色的转换。以前德国认为自己是老师，高高在上，教师爷的模样，但是这次至少我不认为他还会以老师的身份来，至少他认为呢中国已经很强大了。比如说去看语数机器人那里，即使德国总理他也是抱着一种那个学习的心态去的，也就是一种学生去跟老师学习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次呢，德国总理来访华，我认为呢是中德两国老师学生身份一种微妙变化。近年来，也从这次德国总理来访华，从德国媒体
我也观察到，德国人心目中很多人啊，或是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没听错啊，中国是列强，世界上只有2个列强，现在在德国心目中，那就是中国和美国。现在确实啊，中国在很多方面，不管是他们从媒体报道，还是从德国那个读者他们下面的评论来看，说到中美2个国家，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强国的程度是不分伯仲，是平起平坐的。霸权呢只有2个，就不是中国就是美国，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也是对中国发展一种肯定吧。虽然他们也会说中国帝国主义，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听到这种说法，就说明他们认可中国的实力了，这点难道不应该高兴吗？对不对？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啊，这次德国总理来访是正面的，不管是对德国还是对中国。说来说去，总比老死不相往来更好。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对不对？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